大家好，我是韩国牙科与渊源长青英仔。今天我将为大家介绍 S-LOC 充值系统的基础外科手术套件。在进行充值手术时，除了充值体本身之外，用于置入充值体的器械同样非常重要。因此，我将详细说明基础手术套件的组成以及其使用方法。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基础手术套件的组成。从钻针排列开始介绍 ，S-LOC 充值基础手术套件中的钻针长度统一为15毫米。螺旋钻按照直径右左只有一次排列，在其正下方是 countersink 钻针，可以方便的进行 step down 技术。上排为15毫米深度钻针，按直径顺序排列，下方则配置 countersink 钻针。先去出皮置骨，再进行深度钻空，可以在减少骨组织发热的同时，确保骨预备在正确的位置和方向完成。其上方是深度钻针的制动器，可是骨预备筋却控制到3毫米直径钻针的深度。钻针上方依次为 start drill、drill extension 以及用于辅助骨预备的 side cutting drill。接下来最上方的是方向指示器，也称为 direction pin 或 depth gauge。制动器有测试用于置入充值体的 fixture driver。fixture driver 的右侧是螺丝刀。理解这一套钻针的排列顺序后，就可以更快速、更准确地在正确位置和方向完成充值体植入。接下来我将介绍基础套件的使用方法。首先来看 Start Drill。一般来说，很多公司会提供 Point Drill、Lance Drill 和 Side Cut Drill， 但在这个基础手术套件中，这些功能被整合在 Start Drill 中。Start Drill 不仅可以确定骨预备位置，同时还具有侧向切血功能。在进行充值体植入时 ，Start Drill 对确定和调整骨预备位置非常有帮助。如果需要更容易地调整初始钻孔位置，可以使用 Side Cutting Drill。Side Cutting Drill 可以插入骨预备位点，对其形态进行修正。特别是在下颌前压去进行充值位点预备时 ，Side Cutting Drill 会更加有用。使用 Start Drill 确定骨预备位置后，可是用 3.0 毫米螺旋钻形成骨预备深度。随后使用 3.7 毫米 Side Cutting Drill 进行既定骨预备，再用 3.5 毫米螺旋钻完成充值位点的最终预备。螺旋钻的直径有左只有逐渐增加，范围从 2.0 毫米到 5.7 毫米。这些螺旋钻具有优秀的切削效率，可是先稳定的骨预备。使用这些钻针，即使在致密骨中，也可以轻松完成钻孔。Countersink 钻针用于既定区域劈至骨架后切较致密的情况。在初始骨钻孔后，如果判断骨密度较高，应采用 Step Down Osteotomy 技术。例如，当使用3毫米直径钻针完成初始钻孔并确定正确的位置、方向和深度后，可以先用 Countersink 钻取出既定骨，再继续进行深部钻孔。也就是说，先去除致密的既定骨，再使用螺旋钻向深部钻孔，可以避免钻孔过程中位置和方向发生偏移。在大多数骨预备过程中，钻孔往往会从致密骨片向胶输送的骨组织，因此通过 Step Down Osteotomy 可以确保充值位点在正确的位置和方向形成。Step Down Osteotomy 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减少骨组织发热，并降低骨皮撕的可能性。冷却钻针用的生理盐水可以更容易到达已取出既定骨的区域，从而降低骨损伤的可能性。当凝压影响钻孔或充值体植入时，可以连接这个 drill extension， 从而增加整体长度，使操作更加容易。在实际临床中，前压去充值常常会遇到鳞压间隙狭窄的问题，因此 drill extension 是在狭窄鳞压间隙中操作的一个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特别是 S-LOC 充值系统具有强抗旋转结构的 drill extension， 在前压充值中非常有用。使用 drill extension 进行钻孔时，也可以更容易确认正确的钻孔方向。此外，在钻孔过程中，还可以改善操作可大性和可视性，从而确保充值位点在正确位置和方向完成。这是引擎式 fixture driver， 它可以连接到腕手机，用于置入充值体。如果鳞压影响充值体置入，可以连接这个延长件，从而增加长度，并可连接到 torque wrench。
下面是用有 torque wrench的 fixture driver， 这种机轮是 fixture driver， 也可以连接 torque wrench， 用于置入冲制体。接下来我们看的 fixture driver 旁边，这里是 1.75 毫米 Torx 螺丝刀，受用型和机轮型螺丝刀均提供短板和长板。1.75 毫米的 Torx 呢，结构非常坚固，即使达到100 NCM 扭矩也不会发生变形，这非常方便。在扣枪内操作时，可以稳定的失去螺丝，并能够承受固定冲制体时施加的扭矩。用于拧进冲制体螺丝的连接部分必须足够深，如果连接区域较浅，就容易发生滑脱。螺丝刀也难以精确连接，因此必须设计的较深，以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失去螺丝。Slock 冲制系统的 Torx 螺丝刀正是为了让这一操作更加容易而设计的。接下来我们看方向指示器。方向针有长短两种类型，并且有一个特别的特点，短的方向针长都为6毫米，可以用于确认出事故与背后的最小深度。也就是说，在进行约6毫米的出事钻孔后，将6毫米方向针插入并拍摄 X 光片，就可以准确确认固与背深度。这在可用估量有限的下焊后，牙去确认安全钻孔深都是有其有用，可以准确测量避免损伤下焊神经管所需的最小固与背深度。虽然这是一个简单的步骤，但在实际临床中非常实用。在临床实践中，我常常希望能有这样的工具，因此最终将其加入到了这个套件中。在冲制治疗中，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冲制体置入。冲制体必须置入在正确的位置、方向以及适当的深度。因此，在出事故与背后呢，使用方向针确认为止，方向和深度是非常重要的一步。Slock 冲制系统万人提供 Healing Plug， 可方便确认冲制体置入的位置和方向。也就是说，在准备冲制微电时使用方向针确认固与背的位置、方向和深度；而在冲制体置入后，则通过 Healing Plug 来确认其位置、方向和深度。Healing Plug 非常重要，它实际上是冲制体位置和路径的指示器。在置入多各种肢体时，尤其需要它来确保位置和方向正确。在植入冲制体时，让患者进行咬合，可以轻松确认与对焊牙或其他冲制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但各种肢体植入时也是同样的。例如在下焊第二磨牙区域植入冲制体时，如果路径稍有偏差，日后就可能导致季节性并发症，因此必须插入 Healing Plug 来确认这些因素。Slock 冲制系统的 Healing Plug 设计非常简单，其中最重要的是这里的2条标记线，这些标记表示从冲制体顶部开始，下方为1毫米，上方为2毫米。近年来在冲制体置入时，通常建议至少进行1毫米的骨下植入。从软组织角度来看，一般建议深度约为4到5毫米，而 Healing Plug 顶部的边界可以作为参考线。它非常简单且清晰易变，在需要时也可以调整冲制体的置入深度。在使用 flapless 技术置入冲制体时，这个部件尤其有用。到这里，我们已经介绍了 Slock 冲制系统的基础套件。虽然冲制手术中会使用很多器节，但 Slock 基础套件只包含最必要的器节。我相信它能够帮助大家更加方便地进行冲制手术。希望这个套件能够让大家更加轻松、顺利地完成冲制手术。谢谢大家。